两党谈判，就是要为中国创造一个和平建设的新时期。国民政府领导全国抗战以来呢，做出了巨大的牺牲，取得了最后的胜利。处于领导位置，那是必然的。中国解放区的1万万人民在抗日战争中付出了最大的努力和牺牲，为中外所公认。在以后的和平建设中，也应该继续作为全国民主建设的模范和和平团结的中坚，而尽其伟大的任务啊！对此，我们是表示认同的。我想，还是先请中共诸军谈谈你们的想法。好，在目前，必须要求国民政府立即实施若干紧急措施，以奠定今后和平建设的基础。这是我们初步草拟的8条，请各位过目。谈，当然要继续谈，但是你们不要过于辛苦，该休息就休息，让在重庆的那些中央大员轮流请他们吃饭，拖出时间，以利中央大军占领要地，接受日军投降。剿匪手本都发下去了吗？正在印刷。委员长，此时下发，实际方面是……你还真把和谈当真了？谈无非是为了争取时间，在接收问题上面，我们要争取主动。对于未来，重点无非就是2个字：剿匪。国民党借重庆谈判拖延时间，各路大军到处抢占地盘，还有外国力量的支持，进展很快。敌后军民浴血奋战8年，打下的解放区，他们想轻而易举地夺过去，我们绝不答应。有些日军还在负隅顽抗，甚至危害百姓。在这关键时刻，坚决不能松劲儿。我命令八路军、西四军各部将士乘胜前进，收复失地，命令日军投降。是。重点是争取控制住东北。胖连将士已经随苏联红军打回东北。中央已经同意这个战略部署，我们迅速抽调部队，北上进入东北，然后继续接收各大中小城市，巩固我们的根据地。宋先生，武汉一别已有18个春秋了，别来无恙啊。18年了，我每时每刻都在关注着你们。这些年，你们的路走得太过艰辛。是啊，从武汉到重庆，这中间我们几乎走遍了大半个中国呀，6000多个日日夜夜就这么过来了。要是没有那些艰辛的日子，也就没有今天的共产党啊。重庆的风气并不好，抗战后方如此艰苦，让我看到了很多不该发生的事情。中山先生创建的这个党，早就已经变了。我是中山先生的学生，自然应该继承先生未竟的事业。我们这次来是受邀共商和平大计。对于这个和平，先生是怎么看的呀？
不要放弃努力，不要保持幻想。一语中的啊，谢谢，谢谢先生的赠言。现在啊，有2座大山压在中国人民的头上，一座叫做帝国主义，一座叫做封建主义。我们中国共产党已经下定决心，要挖掉这2座大山。我们一定啊，要坚持下去，一定要不断的工作。我相信，我们也会感动上帝的。不过我说的这个上帝啊，不是指别人呐，是指全中国的人民大众啊。如果全国的人民大众能够团结起来，和我们一道来挖掉这2座大山，我看没有什么挖不平的。润之，你和恩来是我的好朋友，从广州开始，我就非常的信任你们。只是我真的没有想到，你们比我想象的还要出色。宋先生，还会有更加美好的未来，更加美好的新中国。到了那个时候，新中国的建设还要多听先生的赐教啊！赐教不敢当，献策是可以的。我期待着那天早日到来。精神，哎，忘了，这次任务下得这么急，总是大行动。你在队伍上好好干，家里有俺在，甭记挂。集合，准备出发。那我走了。明日。照顾好自己。俺等你回来。向左向右看齐，向左向右转。出发！哎，前面怎么回事？报告师长，前方有土匪。听声音也没多少人呐。组织2个连打一下，保准包住小子。不要恋战，迅速通过。咱们的目的啊是出山海关，等关东啊。是。错。这一带还有这一带，很有可能是他们逃跑的路线。对。报告，说鬼子不交枪。日本已经宣布无条件投降了，他们还敢顽抗？喊过话了，他们说要等中央军来了再投降。妈的，老子打了他们这么多年。向别人投降！传命令，集中火力打！
我们提出的11条，主要内容包括拥护三民主义，拥护蒋主席的领导地位，惩治汉奸，停止武装冲突，承认各民主党派的合法地位。应该说啊，表达了最大的诚意。不知道贵方意见如何？这里边大部分内容，我看啊，有达成一致的基础。那哪些内容分歧较大，可以拿出来谈吗？我们认为，不应该在县政府的法统之外，来谈联合政府。各个政党民主协商，建立联合政府，有什么不好吗？我们可以在政府给你们留一些席位吧，但是解放区的政权不应该继续存在，全国应纳入政府的统一领导之下。我们提出担任几个省的省主席职务，这几个省呢，大部分都是我们的解放区，你们能够同意吗？省主席是重要职务，是由政府仔细斟酌，选派干才担任。这个问题可以放一放。对于已经在解放区任职多年的干部，贵方是什么态度呀？各解放区的官员需要政府的认可，才能继续留任。那就是说，如果得不到你们的认可，我们的人就要被扫地出门了。啊，不是这个意思。政府是识才爱才的，如果确实是人才，为何不任用呢？好，我们再谈一谈军队的问题吧。抗战刚刚结束，阎锡山就打上门来了。他伙同伪军钻进了解放区肚子里，抢占了几个县城，搞了许多堡垒，还真想赖在这不走啊！他们背信弃义，我们绝不开门一道，坚决将其消灭。主席和恩来还在重庆，我曾经担心他们的安全，主席的回电打消了我的顾虑。重庆是一个谈判的战场，上党是一个真刀真枪的战场，两个战场相互呼应。上党打得好，重庆就会谈得更好。老总，给刘邓下命令吧。阎锡山已经动手了，正在向中共的晋冀鲁豫解放区发起进攻。这个阎锡山啊，抗战8年，他躲了7年半，是该出来卖力气了。晋冀鲁豫的指挥官是刘伯承、邓小平，很难对付。这个阎锡山最擅长的是在3个鸡蛋上面跳舞，让他们去碰。报告！哎，陈赓率太岳纵队向刘师长、邓政委报道。来得快，来得好，路上辛苦了，来坐下喝点水。好。太行的纵队已经集结完毕了，济南的部队正在路上。谢谢首长。还有5万民兵，我们也全部动员。这次打多大呀？自卫战争，消灭一切来犯之敌。是。不过，于强，主席现在在重庆谈判，咱们这边打起来了，万一主席那儿有危险，这谁能担待得起啊？毛主席送了我们4个字：针锋相对。我们打得好，主席在重庆才会安全。反动派不会因我们的犹豫而松手，我们越是忍让，他们就越猖狂。敌人越猖狂，灭亡的就越快。这次我们务必要把阎锡山打垮、打疼，才能保卫解放区，给反动派的嚣张气焰喝上一盆凉水。晋绥军占领长治之后，共军已经发起反攻，夺取襄垣、鹿城，切断了长治和外界的联系。阎锡山有什么行动啊？他已派出援兵救援长治。
这个阎锡山啊是个小气人，他的人马被围了，他自己会去想办法救的，让他们去斗好了。是不是调平汉线上的中央军上去打一下？中央军是要接受大城市的，就让这个阎锡山和八路军去硬碰硬，哪个碰碎了都是好事情嘛。是。委员长，何部长已经进了南京城，接收进展顺利。好，你去跟他讲，他的那个同学要尽快见面。是。感谢中国政府，感谢中国人民，饶恕了我这个长房。你最应该感谢的，应该是委员长。是，感谢张委员长的恩准。我曾经提出保留华北50万日本军队，协助委员长反被八路军。此案虽然被否决，但反攻成功之核心还是被领会到了。国民政府认为，共产党的八路军、新四军游而不击，你怎么看？我不是代表自己征求你的意见，你应该明白我的意思吧？八路军是我遇见过的最难得的中国军队，他们的自己十分严密，作战勇敢，给我们造成了严重的麻烦。他们是时下中国最有战斗力的部队。是这样，在你看来，他们是时下中国最有战斗力的部队？对不起，我说错了。八路军的战斗力只是第二，战斗力第一的另有一支部队，小小的，又是大大的。请明示。在满洲，中国的东北有一支与日本军队对抗了14年的军队，后来叫抗日联军。他们在人类历史上最艰难的条件下浴血奋战。虽然我们费尽了全力执行讨伐，但依旧不能消灭这支军队。这样的军队也是无法战胜的。当然，我在华中有鬼不作战时，对你们同样十分敬佩。这一仗，我们打败了，感恩无话可说。你将被留在这里，生活上不会有问题。感谢中国政府，感谢张委员长。我也有一份小礼物传递。是忏悔书吗？是我在中国10几年前的感受，特别是共产党军队作战的战术特点，希望对你们有所帮助，拜托了。你们必须从这些地区撤离。我们的解放区是八路军、新四军从日寇手里夺来的，是用鲜血捍卫的。你有什么理由言必称地区？以上这些地区都是抗日战争时期被侵略者占领的。抗日战争爆发以后，你们在河北放弃了多少个县？在山东放弃了多少个县？在山西
放弃了多少个县？当日寇践踏中华大地，屠杀中国百姓的时候，你们的政府在哪里？军队在哪里？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和新四军浴血奋战，付出了多少生命，才建立起这些解放区？现在你们让我们撤离，是不是过于草率、蛮横无理呀？这个问题可以进一步探讨，军令统一的问题也需要研究。政令和军令的统一本质是一样的。八路军、新四军是在抗日战争中不断发展壮大起来的，是人民的军队，是你们说裁就能裁掉的吗？本来啊，裁军是大趋势，重庆政府也在裁军呐。确实如此，不过你们的裁军只是停留在纸面上，军队的数量却在飞速的增长，这又作何解释呢？本来，你说这话是指沦陷区的100万伪军纷纷变成了国民党的军队，速度之快，比他们投降叛变的时候还要快啊！抗战已经胜利了，他们毕竟还是中国人，总得给他们一条生存的出路啊。况且，这些人目前占据着要境，为了社会的安定，他们还是有使用价值的。背叛民族、背叛国家的伪军，可以纷纷变成政府的军队，而浴血奋战的人民军队，却要被大规模的裁减。这样的举措，实在是贻笑大方，公理何在呀？何况，还不止如此，你们的军队居然和伪军联起手来，向解放区发动大规模的进攻，杀戮抗日军民。这笔血债，人民不会忘记，历史会记下来的。恩来，你这是说，阎锡山的几个军先后向上党地区发动大规模的进攻，各地伪军积极配合，使我解放区军民遭受重大损失。照这个事态发展下去，难道要制造第2个皖南事变吗？报告，2路敌军来犯，被我们全歼了。打得好！我申请，缴获的炮多给我留几门。一切缴获必须交公，这个纪律还用我讲吗？那您之前还说过呢，说这好钢要使在刀刃上，您多给我点好钢，我给您多缴获几门炮。
看见了吧？就他能磨。行，我跟政委研究一下。不用研究了，我同意。哎，但是要注意，把晋绥军主动进犯我解放区、杀害居民的罪证留下来，告知天下。是。阎锡山无能，晋绥军无能，人数和装备上面都占优势，却被人家消灭干净了，这是党国的奇耻大辱。不得不说，刘伯承是用兵的天才，再加上个邓小平，还有那个太岳的陈赓，这几个人如果不消灭，早晚都是党国的心头大患。恕属下直言，讲，阎锡山受了损失，在山西的力量减弱，势必会更加依靠中央。胡宗南近在咫尺，调一部分部队援晋，有利于山西的中央化。山西的局势至此，我也只好这样想。这件事情对军政一体还是有利因素的。让我再考虑一下吧。你先去。是。夫人，和中共的谈判进展如何？他们提了8条，我只回了3条，他们就不答应。这个周恩来嘴巴很厉害，寸步不让。我现在让王世杰和张治中去和他纠缠。这次的和谈只是一种形式，这些天来政府的大军已经接收了许多城市，从日本上缴的武器也足够装备100万人，南京、上海的资产也保存完整。政府的收获多于损失。对啊，实力的对比是很重要的。所以啊，这个毛泽东手上有几十万条破枪，就想和我们谈条件，异想天开嘛。我和美国方面也多次接触，他们答应加大运输力度，将更多的军队尽快地运到山东、天津、山海关。只要是布局完成，共产党的手就被我们按住了。你看，重大的事情还是要依赖夫人，都不知道该怎么奖励你了。奖励不奖励不重要，重要的是搞垮了共产党，天下笃定才是最大的成果。想让共产党自生自灭，还是要搞好和各国之间的关系，政局外援。这一点还是要依靠夫人。条款方面，让门白再让一让。这次的和谈只是一时之计。好的。其实我刚才在想，我可以请毛泽东和周恩来吃顿饭。每天有人请吃饭，高官显贵排着队，我们把重庆的美食也算是品尝个遍了。这个蒋介石啊，到底搞什么名堂？目的很明显，拖延时间，让他的军队抢占地盘，改变力量对比。从全国看，我们的力量还处在很弱小的地位啊，发展的空间也很有限呐。东北的天地很大，我们可以开辟一个新的局面。工作开展的也不算很顺利，捡洋捞捡了点东西，主要仓库进不去。从这点来看，要生存，要发展，还是要靠自己呀。现在，山东的主力去了东北，新四军也部分北移，晋察冀、晋冀鲁豫也在出击，解放区的范围扩大了，力量却分散了，这不符合我们一贯的斗争原则。缺油少肉，做不得满汉全席啊！我们不能把摊子铺得太开了，精打细算，好过年。父亲，他们一直纠缠在南方8个解放区，
人民武装的问题上，我看呀，不如全部北上，既给了他们面子，我们也集中了力量。一旦达成共识，主席就迅速离开重庆，返回延安，我留下来，继续和他们周旋。我呀，还想见一见叶挺将军，看望一下张学良将军。我们想了很多办法，他们一直在阻挠，编造了很多借口。这一次恐怕见不上了。我们共产党永远不能忘了老朋友啊！我们既要保卫和平，又要握紧枪杆子。我们要是没有这几10万条破枪，哪个给你和平？我亲自去盯过了，情况确实如此。有人要害毛泽东？什么人？重庆的人很杂，3教9流5行8作，很难说清，皆有可能。和谈即将要成功了，有人却在这个时候横生是非，居心叵测。这种人严办。校长放心，学生已经按校长之前的吩咐安排好了，绝对保证毛泽东和周恩来的安全。他们是我请来谈判的，如果他们出了问题，我如何向天下人交代？说是要害毛泽东，我看其实是要害我蒋某人。这点心机，我们应该看出来。校长宏图大略，您已经让党内外那些毛贼无处遁形了。和谈是一定要成功的，这个纪要是一定要签字的。这张纸它不仅仅是一张纸，它可以调兵遣将，可以做很多有利于我们的事情。1945年10月10日，中国共产党代表团与国民政府代表签署《政府与中共代表会谈纪要》，又称双10协定。祝贺，祝贺，祝贺！来，请来啊 ，Thank you， 谢谢你们的支持啊！好，谢谢大家啊！大家准备了，准备了。蒋委员长和毛先生到，大家往前聚一聚，来往前。我要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，就在今天。政府与中共代表的会谈纪要已经签订，双方达成一致，和平已经到来了。今天是中华民国的华诞，也是缔造和平的日子。祝愿中华民族迎来和平民主的美好未来啊！祝愿中华民族充满仁爱与团结，不再有分裂与战争。
杜老总，按您的说法，步炮协同，一个冲锋，敌军的阵地全归咱们了。你们战斗力怎么样？一群土八路，枪打得倒挺准，但是扛不住咱们的大炮和自动武器。有个表也清心，我们和日寇周旋多年，必有独到之功。明白。报告，八路已经全部撤退，咬住他们的后尾，保持追击状态，不给他们反手的机会。是。我主力初到东北，切身疲劳，不应该进行决战。我党现时在东北的任务是建立巩固的军事政治根据地。建立这种根据地不是轻而易举的事情，要经过长期的艰苦奋斗。国民党既然占了大城市和交通干线，就不会允许我们在其靠得很近的地区内建立巩固的根据地。根据形势的发展，我们应该让出中长铁路和大城市，将主要力量迅速转向农村，在距离国民党较远的城市和广大乡村建立巩固的根据地。简言之，让开大路，占领两乡。好一个让开大路，占领两乡，精辟到位啊！我党在东北的工作重心是群众工作。如果我们紧紧地依靠群众，就能战胜各种困难，一步一步达到自己的目的。群众工作的内容是发动人民进行清算汉奸的斗争，是减租和增加工资的运动，是生产运动。应该在这些斗争中组织各种群众团体，建立党的核心，建立群众的武装和人民的政权，把群众斗争迅速从经济斗争提高到政治斗争，参加根据地建设。必须人人下决心，从事最艰苦的工作，迅速发动群众，建立根据地，坚决有计划地粉碎国民党的进攻。大批干部和军队初到东北，对地理民情不熟悉，我们必须要反复地教育一切外来的干部，注重调查研究，熟悉地理民情，要下决心和东北人民打成一片，在人民群众中培养出积极分子和干部。还应该向干部们说明白，即使大城市和交通线都归国民党，但是东北的形势仍然对我们是有利的。只要我们把建立根据地的思想普及到一切干部和战士当中去，动员一切力量，迅速地开展建立根据地的伟大斗争，我们就一定能够在东北和热河立住脚跟，并取得确定的胜利。那我们就把它整理成文，电发东北。